大，你儿子出席了，我今晚跟叶董见面来着了。你跟叶松见面了？在我给他致电说想招待一下他之后，时隔1天给我回了电话，带我前去参加了一个饭局。饭局？什么饭局？傅一山傅大嫂给他准备的饭局。秦光瞬间狂瞪双眼，如似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儿，失声惊道：“你说谁？傅一山，上一届魔都之主傅荣光书记的公子，现在的子敬。”对。说着，秦朗粗略地将经过说了出来。在我做出蹲守荣府院，等待傅一山离开的选择后没多久，傅一山便带着韩博远走了出来。我当时鬼使神差的硬着头皮，斗胆上去跟傅一山及韩博远打招呼。虽说当时的傅一山只是不咸不淡的应了一声，便选择离去，但傅一山身边的第一心腹韩博远却是留了下来，全程非但堆满笑容以礼相待，并且还跟我互换了联系方式，并且还主动言说若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可以找他。除此之外，还说2周之后是他的生日，届时让自己操控过来。我做梦都不敢想象，父辈在魔都担一二把手的韩博远会对自己说出那种话来，同时还那般热情的以礼作待。大，你说为什么是我？什么？叶松叶董为什么会赐给我这种机遇造化？我跟他之间的交集并不多，我只是抱着想攀附他的想法才硬着头皮斗胆给他打了电话而已。他为什么如此轻易就赐我这般机遇？或许对他来说送你的这份机遇不值一提，或许是念在你曾在他发家初期跟他合作过的份上，又恰逢你主动给他打电话表心意，所以送你一份机遇。但有一点，机会他给了，能不能把握住，这还得取决于你的能力跟造化。你必须得明白一点，现在你可以借他的事击入韩博远，甚至是傅一山的圈子，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如果后续你没能获得他的认可，没能一再拉近跟他之间的关系，你在那个原本不属于你的圈子中，一样是待不下去，待不长久的。秦光这话犹如给秦朗泼了一盆冷水，也浇灭了他那种迟迟未能化去的内心欣喜。是啊，如果他跟叶松之间的交集仅限于此，那么后续他在韩博远他们的圈层中，又有可能待得下去吗？大，我明白清楚，你自己掂量着就好。你有叶董的联系方式，这无疑是一处优势所在。只要你能真正意义上的攀上他，只要你能让他真正去认可，无论是你的人生还是秦氏国际商贸，都能再上几个台阶。大，你说他一介商人是如何能这般的？是如何敢不把傅一山傅大嫂放在眼中的？虽然傅一山目前只是区府3把手而已，但傅一山的父亲却是官居富国，傅家那盘根错节的能量，哪怕是对上燕京的一些世家，怕是都不遑多让。他一介商人，究竟是哪来的那般能耐让傅一山去忌惮？他背后的神秘面纱不是你我能参透的。不说别的，就说乐兹那场海外风波，换作是其他人，你觉得会如此轻易就平息下来吗？并且还是以那种轰动全球的匪夷所思方式给平息下来吗？试问若大神州，能有哪个企业，能有哪个企业家可以让官方表出如此强烈且带着些许极端的力撑态度来？这里头无疑能够说明很多东西了，只是那背后的种种，咱们这种层次接触不上而已。叶松，他绝非一介商人这么简单了。或许他前2年还只是一介纯粹商人，但现在他的角色绝对已经不纯粹了。秦朗闻言又次陷入沉默思索中。不过那些不是你该去琢磨的，你要切记的是忠诚跟真诚这4个字。你若想上他那艘船，千万别耍任何心眼。说句你不爱听的，在那种妖孽面前，就你那点道行，怕是连提鞋都不配。所以忠诚与真诚才是你的仅有法宝。大，我懂。李青，老李家的闺女，李雅里海滨的堂姐，这位在央台担任主持人的老大姐找自己干嘛？这是仅有几面之缘，但彼此也相互留了电话的叶松稍作错论过后，最终还是按下接通。喂，青姐，你这突然的来电可是让我好生一阵意外啊。你意外也是正常的，毕竟我都不好意思给你打这通电话，平日里都没找过你，这冷不丁的要找你帮忙了才打电话，这整的我自个都怪尴尬的，哈哈。怎么着，青姐还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上面已经多番找我了，让我看能不能接触上你，给你来上一期专访。你知道的，你现在的热度放眼整个华国无人能比，而且你身上的传奇色彩太浓重了，所以台里的一众领导早就打算找机会对你进行专访了，就是我一拖再拖而已，直到实在没法拖了。给我来上一期专访。叶松明显有点错愕，关于专访这事儿，他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只是没想到今儿个李青亲自给自己打电话说这事儿。是啊，我知道你小子可能有些排斥这种事儿，要不然也不至于时至今日都没有你的专访内容出来过，所以青姐也不勉强你哈，要是你没那方面的意向，咱们就算了。可姐不管排斥不排斥的，既然是青姐你开口了，那我肯定责无旁贷了呀。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是我得赴京一趟？如果可以的话，2天后如何？2天后吗？我现在还在魔都呢。咱们传奇访谈栏目组的工作人员正好这2天来魔都出公差。那行吧，既然你们也来魔都，
那专访地点就选在魔都的酒店得了。回头我让人交代下去，给你们栏目组在酒店里安排访谈场地。行，待会我把咱们访谈的大概内容发给你，你看着准备一下。放心哈，青姐不会给你下套的，不会问你那些尖锐的问题，咱们就进行一些常规提问。不用，青姐你不用这那一出，我也犯不着去准备什么。至于问题尖不尖锐都无妨，一切迎合青姐你想要的效果就好。听到这话，李青却是被整懵了。你确定不用看一下提问纲？这没什么不确定的，既然是专访，那我想社会大众想看到想听到的，也不是那些常规都不能在常规的提问跟回答，所以咱们彻底放飞就好，一切以节目效果为主，大不了在一些尖锐敏感的问题上我进行回避就是，毕竟这不是直播形式，若有什么不妥之处，回头你们再给剪辑就是了。李青陡然顿起身来，短暂片刻后，你是第一个敢这么整的。主要是我清清白白，完全可以光明磊落。好，到时我们再联系。可以。李青要找你进行专访。通过叶松的通话对白，已然是知晓情况所在的叶成英不由问道：换作是其他人的话，我肯定得拒绝，但毕竟是老李家的人，而且跟海滨还有李雅，对这位堂姐打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一来二去的，我没有拒绝的理由。这倒是，他要是开口了，还真没法拒绝。叶成英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再是笑说道：虽说专访还没开始，但就凭你刚才说的那些，完全可以预见到接下来的这一出专访一出来，怕是又得满世界炸锅了。无妨，习惯了都。有想过当你的真实身世被揭露后会引发何等的轰动吗？要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迟早有一天，你是林家子嗣的消息必定会举世皆知的。叶成英顿了顿声，接着道：如果换作是我会尽可能的一再去低调，尽可能的最大程度去收敛，不为别的，就为某日当真实家事曝光后，能够避免某些没必要的麻烦。你想多了，不管我再如何低调如何收敛都好，一旦真实家事曝光后，该来的一样都不会少。基于我现在所拥有的，如果我选择尽可能的低调，尽可能的收敛，不但不会消弭家事曝光后的影响，反而还会进一步加大外界的种种猜疑。所以只要我屁股足够干净，只要我行得正走得直，我就有随心所欲的资本。再说了，我很高调很张扬吗？说到最后，叶松无比认真地问道：如果连你都不算高调跟张扬，那估计高调跟张扬这俩字就得被重新定义了。我倒是不这么认为，我更觉得自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已。如果某天我足够低调，足够内敛，那就应该会是端着架子高高在上的做派了。那样一来，且不说我是否能够习惯那样的自己，就说我身边的人又能轻易接受得了那样的叶松吗？从此之后，包括你在内，恐怕在我身边也不会再有那么的轻松了吧。叶成英哑然噤声，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叶松说的的确在理。但是高调张扬无疑会在日后给你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只能说明你对生命的意义还停留在较为肤浅的阶段中。如果处处都自行束缚的去违心，生命的意义在哪？在于去迎合这个世界吗？不，那样太累了。纵观普天之下的众生，我敢说，没人不想高调张扬的活着，只是他们有着太多的顾虑而不敢去高调张扬罢了。所以对我来说，违心的人生我是接受不了的，因为那样会让生命的意义失彩太多。叶松的话让叶成英顿时无言以对，也不由随之陷入了沉思中。要说他羡慕叶松的活法吗？羡慕，太羡慕了。无拘无束，尽情放飞自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在乎舆论，对口诛笔伐的抨击完全免疫。不待叶成英有所应声，叶松失笑继续道：叶大少，我说的这些只是针对于我自身而已，你并不适用。你跟我不同，我可以尽情的自我放浪形骸，但你不行，或者说你没那个我行我素的资本。我的今时今日从没靠过任何人，所以我敢无拘无束，所以我能无拘无束。纵使我作为林家子嗣的身份曝光后，也影响不了我。毕竟在成为林家子嗣之前，我都是清清白白的一步一个脚印走上的，就凭这个，没人能够攻击得了我。而你不行。我该说我突然好羡慕你吗？就如我刚才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不希望在高调张扬中活出放飞自我的生命形态来，但是他们背负着的顾虑以及世俗枷锁，无法让他们活出他们向往的生命形态罢了。你也同样不能免俗。你是怎么做到如此通透的？怎么做到如此通透？换作是你前世活到89，然后重生回到20多岁从头来过，你同样也会这般通透。叶松心中暗自苦笑，口中却是故作高深的深邃道：我过去所经历的人生，已经让我无惧任何一切了。刹那间，叶成英恍惚起来，有关叶松过去的人生经历，在他脑海中以文字方式迅速呈现出来。